我查了司文曹的巡逻时间，不应该呀。很奇怪，是吧？是。这证据链太周密了，简直毫无破绽，就跟提前布置好了一样。你认为是谁？朱龙，会不会是一种可能？白铁密语调办，对于朱龙来说已经毫无意义，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。肯定是司文曹内部人，盗取密语调办，怕只是个幌子，他肯定另有所谋。要是这样，也太可怕了。虽然我已经在风草院的案情勘验书上画押，但我并非真的认为凶手是风草院。不管幕后是什么人，我们都必须要找到真正的杀手，这是次序。巡导，巡导，廖慧死了，谋杀，这是替我死的。这跟你没关系。要不是我家中学长生病，我高价回乡，死的人应该是我。什么事儿啊？孙四卫，吴将军有令，拿你归案。啊！带走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这回啊，司文曹是彻底翻船了。这冯英真的跟魏蝶有关，那杨仪死无葬身之地啊。可是这案子还没破呢，证据也并没确凿啊。文姐，这就是兄弟我为什么要好好跟你说说了。就算这案子最后查出来跟东头没关系，啊，那也晚了3春了。那季兄，你说说看，咱们的司文曹这帮老人该怎么找条活路呢？这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，恐怕我们必须得考虑。你的意思是，弃东头，奔西头？你觉得呢？这冯曹院待咱们不薄，这么做不合适吧？汤炳兄啊，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啊，兄弟。见过廖慧了，太惨了。这类案子你办得多，你来看下。廖慧当时就倒在这儿，刀伤直插心口，一击毙命。找到凶器了吗？就在墙角。凶手没带走，但是处理过了，没有任何痕迹。是正面袭击。廖慧身手这么好，怎么会让对手就一击击中呢？有一种可能。是熟人，对，所以廖慧才会毫无防备，连挣扎搏斗的痕迹都非常少。现场还有其他线索吗？吴忠将军的手下把现场全都破坏掉了，就算有线索，也查不到了。
说吧，白帝雕版灭尸是不是你配合冯英做的案？你冤枉我！雕版一直留存库房，我根本不知道啊！我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？有你服的时候。只要你肯承认是冯英做的案，你就可以走了。你们真是无义！风草院根本就不可能盗取雕版，还嘴硬是不是？昨日因为雨大，所以衙散的较早，大概是提前了1个时辰锁门的。锁门之后，只有冯曹院进出吗？对呀，这是可以确定的呀，因为锁门之后，这所有进出是要严格登记的。那有没有可能有人翻墙潜入呢？不可能，虽然昨天雨下大，但是我们巡逻依旧是按惯例进行的。再说了，这城楼上我们还加派了人手，加强了警戒。听那个仵作说，勘验现场也未曾发现有什么恶意闯入的痕迹。所以你也认为冯曹院是唯一嫌疑人？不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。别紧张。那你认为还有什么可能性吗？这个嘛，你这是为难我了。李曹院，昨日可真是太谢谢您了。谢我什么？您还不知道啊？昨天西门外荡溪真的发了大洪水，还冲了泥石流呢。啊，那就好。李校尉，薛四尉，昨日西门外荡溪，出泥石流了？可不是吗？那通往越城的马道全都冲垮了，堵了得有10来里。要不是昨天提早散衙呀，咱们去越城传递情报的驿马就全都赶上了。这会儿路通了吗？那哪能啊？少说得有个10来天才能把马道清理出来。情报怎么交换？只能绕道青石峪了，大概得多出3天的路程。您说这贼老天，这不是耽误事儿吗？啊，没什么事了，去忙吧。薛四尉，你把昨日还有前日所有人员进出记录给我做一个副本。您稍待。好，大家一起。不得已。大祭酒命我带明先生走览五仙道，这是我叫的乘客。正确的教育，果然是精妙。这次的鸿门宴是一次大危机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王玉在测试我。王玉为你下了血本，2位长老都蒙在鼓里，有去无回。但确实是漏洞百出，但也不得不杀。所幸我看到你给我的菖蒲，亏你还记得。当然记得，那是你教我的第一课，定盘针。我们游销的生活特别在意细节，任何看起来平常的物件都可以传递信息。真的假的？拿根草给我。给。太丑了。这行吗？行，我决定教你一招我成功的独门秘技——定盘针。这根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有什么独特之处？最长的一根指北。聪明。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朝西这根最短，它就可以传递信息。你就可以跟你的上下线约定好，比如折断它，代表着危险，或者是折断了之后朝东，代表着安全。
厉害吗？你不会是糊弄我吧？这密语我怎么没听我哥说过呀？这是属于我的密令，人都知道，那就不叫密令了。上北下南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要用最简单的工具把密语传出去，这样才不会让敌人起疑心。你怎么这么聪明？是你太笨。不是因为你太聪明。我去见他们，其实也是图了一把。其实那天，洞里洞外黄衣都安插了人手。如果你当时逃跑的话，现在恐怕只剩尸骨了。为何黄衣如此提防我？他收到了情报。谁给的情报？我不清楚。幸亏你顶替了米松的身份，要不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黄宇此人疑心极重，他是担心自己被算计，所以才对你设套针砭。明白。你这次来是执行曹魏的清平计划，为郭淮偷盗弩机。我还有其他的目的，之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接下来还有粮库，还有兵器作坊。倪先生想先参观哪一处？申姑，我想看一看兵器作坊。请。这边请。虎仙道究竟有多少人？1万余人。这么多？是实数。2年前，丞相远征南蛮，武仙道趁势做大，除各分坛驻扎的兵马，还有一些混杂在其他各行各业中。黄沙、西萧这2地，这几年几乎成了武仙道的据点。外围都安排好了，就等他出来。谁知道他中途折返，可惜了李长老和陈长老。假的真不了，2位长老那里要多加抚恤。李长老和陈长老2人能为大祭酒捐躯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整个过程里边，这迷冲可有异动？我一直盯着呢。此人狠辣、镇静、大开大合，的确是冀州一带的功夫。此人身份来历没什么问题，但中途折返确实可疑。还有地方。清平计划马上就要展开了。总承部内部的消息到了？大概还需2日吧。清平计划，有烛龙亲自出手，大事必成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特别是关于烛龙的。明白。这我心里清楚。自我从天水回来，你就一直等着我这顿酒，是我允许对不住你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人都死了，为什么寺里就不能搞块像样的地儿？廖辉还是个孤儿，这辈子他真没过几天好日子，最终还是死于小人之手。小人？你说的是谁？马生撒谎了。越城的马道让雨水给冲垮了，堵了10来里，根本无法通行。想要从越城回到南郑，只能绕道青石峪，至少需要3天。不会弄错吧，熏头？说起来，也确实没什么证据啊。真正的疑点1条就够了，证据会自己慢慢出现。
一会儿去了之后，先稳住他，不要把他逼急了。好。可是。 死了，自杀。这也太凑巧了，廖辉刚死，马上又出事儿了。 是灭口。本来是查魏谍捉龙，没想到却变成了一场朝政倾轧。这里是黄玉的监视盲区。 怎么会来到无间道？这次来不是司里派的任务。什么意思？这次来无间道，我是瞒着司里自己来的。出什么事了？一个代号叫烛龙的魏谍潜入了司文曹内部，所以我是来查他的。 我也是最近偶然听到黄玉提及此人，就是他传信告诉黄玉，说成功就是白帝。这动作好快。之前诸葛丞相接庭失败，也是这个烛龙做了手脚陷害我，所以我才成了司文曹的叛徒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冯草院申辩？烛龙换了我的情报。 我血洗不清了，而且冯毅让你哥到天水来杀我。你和司文曹联络的方式都是通过密信，烛龙他怎么可能会伪造你的情报？那只能说明腰板的秘密已经被烛龙掌握了吧？要这样的话，我哥的调查就会涉及到冯草院。 虽然他跟我处境不同，但是危险程度是一样的。这次是你和我哥商议的私自行动，不但没有司里的支持，还绝对不能泄露风声。你的身份那么神秘，怎么会泄露？我估计是决定案已经定性了。 所以我的身份公开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抓住烛龙，一切就能水落石出。烛龙此人非常神秘，我来这2年多了，迄今为止，对他一无所知。 我要借清平计划这次机会，因为烛龙要帮无间道窃取弩机机密，他一定会亲自现身。烛龙跟黄玉是怎么联络的呢？以我对黄玉的了解，他们应该不会见面。传递消息的马纸还有竹筒，应该也都是阅后即焚。要是能看到 烛龙写给黄玉的密信就好了。
我会想办法留意的。月儿，小心。任何时刻都要小心，你告诉我的。月儿，这几年变了很多。辛苦你了。想着光复汉室，想着你，想着团聚的那天，也就没有那么苦了。思之，你一定要成功。将军，司文曹案情有重大进展，必须即刻免征将军，由将军定夺。书房里说。好。此计出自汉南之手，属下虽觉不妥，但汉南所言也不无道理。他怎么说？诸葛丞相20余年的经营，朝中朋党密布，将军此番弹劾绝对不能有失。倘有失据，正是司文曹内勾外结，杨仪固然罪责难逃，丞相也难辞其咎。将军决战，胜败在此一举。这就是汉南梳理的全部案情。这样做会有后患。时间太紧，汉南担心烛龙案会是个烂泥潭，追查下去1年半载也未必能有结果。循序可靠吗？汉南说他有办法，能控制得住。这个东西啊，要是把它做实了，杨仪必败。但是杨仪万一留有后手呢？那到那个时候，垮台的就可是我们了。哎，将军，我觉得汉南这个计划还是很周全的。那假的就是假的，啊，这个东西不可用。那我这就赶回南郑，让汉南听着行动。不，你等等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只要静观其变就好。记住了，这个跟我们毫无关系，啊。小何，我是来调查烛龙的。哦，坐吧。
记得你告诉过我，对我从未曾怀疑过。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。哦，冯草原，证据对你很不利啊。证据？从接触到这个案情起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局。那你来找我，究竟想问什么？案发当日，出入私奔槽的人就只有你一个。我一直没想明白，杀手是如何潜入私奔槽的。李淼给我看过勘验书，南郑府衙的人据此排除了其他人凶手，认定只有我有作案的可能。本来的确是这样，但情况变了。案发前一日，马生告假，理由是他住在岳城的老丈人重病垂危。多谢寻头体谅。快去吧。案发的时候，他不在南城，所以就排除了嫌疑人的可能。但其实马生根本就没有返回岳城，这个就构成了疑点。哎，别介了，东西都淋坏了。幸亏找到了马生的血瓶，才揭开了谜底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出自李草原的密谋。他先是诱导我调查白帝的密语雕版，然后从寺谷取出雕版，交付给了静安寺，再安排马生潜入寺内隐蔽起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外边雨下得太大了，我没回去，衣服都淋透了，回来换一件。在看什么呢？春秋。春秋。次日，他跟随运货的马车离开了私奔槽，所以再没有留下任何出入记录，还有外人潜入的痕迹。如此做局设逃，简直利民之患。是啊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天不从人愿，马生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返回南郑。我想到了，这样也难不了你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。也算是机缘巧合吧。要是岳城马道没有被泥石流冲毁，那么侦破肯定会向后延宕。这李淼下手够黑，挺迅捷。马上自知干系重大，所以就留下了记载，以防不测。只可惜他还没有机会要挟幕后黑手，就被人灭了口。我如此境况，你来找我，应该也有所求吧？白帝并未叛变，他送出的窃听情报是被祝龙替换过的。曹爷，你必须要配合我，把祝龙案一查到底，还白帝清白。
这个我当然会答应，也会全力配合。不过，我也有个条件。草原，请讲。关于主龙调查的所有线索，必须向我报告。好。飞西头，你怎样打算？残杀廖辉，诬陷正帝，犯了司文草铁律。当然，这不可原谅。只是我带你出去，我们直接去成都，面见丞相，把这一切都说清楚。不能冒这个险。李淼布下此局已是孤注一掷，万一伏兵于山谷僻静之处截杀，你我未必能顺利到达成都。到时再随便安个罪名，你我死无葬身之地。那草原以为该当如何？分头行事。想不到陈公已死，这朱雀竟然还能复原。有劳贤弟。是郭郡守担心路上出什么变动，让我出发之前向陈公学习了如何复原这个朱雀。郡守远见卓识啊！若非如此，这清平计划就要功亏一篑了。朱雀我是可以复原，但是还没有实际操纵过。从目前看，怎么样也得冒险一试了。那我们最好去实地看一看。这蜀军军纪司总承部在定军山南侧，戒备森严，要想实地测试，恐怕不易啊。米仓山的西侧有一处地形，和蜀兵军纪司所处十分相似。倘若只是测试朱雀的话，不妨就在米仓山。那太好了，想得周到。清明计划马上就要进行，万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。但是我担心啊，这蜀军的军纪司这戒备森严，那我们进去之后，也应该是寸步难行吧？这个不用你担心，我们已经有了蜀军军纪司总承部详细内部结构图，出入路线和时辰都已经计算好了。那太好了。天龙峡数十丈的崖壁，要是这朱雀，既然我都来了，当然我亲自去，绝不让教里的兄弟冒这个风险。不愧是贤弟，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咱一定好好学练。请你喝酒。见过圣公，见过圣公。祭酒的大厂补好了，我给他送过来。有劳圣公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？最近还真是多事之秋。是。饭桶！
上午送饭时候还在，没发现异常。晌午交班的时候，发现当班侍卫倒在门口，冲过去了。叫静安司来，叫许许来。晌后交班，还不到1个时辰，让他飞不到天上去。上午辰时，静安司巡司卫来提审过一次，要不要问问巡司卫？巡司卫，冯曹院跑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上午提审了他，他有什么反应？他心态还是很抗拒，也没问出什么实质内容。按规定，提审冯英需要司里2人以上在场，你为何单独提审？我上午来找您请示，您不在，其他几位呢都不在司里。有一个案情细节，我必须立刻跟他核实，我就没想太多，违反了司里规定，的确是我不对。你要核查什么细节？案发当日，冯曹院冒着大雨返回司里，我必须知道原因。就因为这个？啊，没那么急吧？哎，这的确案情焦灼，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没考虑周全。小何，你是不是对本案另有看法？也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看法，但这个案子疑点实在是太多了。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认为冯英是本案的作案嫌疑人，对吧？静安司马胜突然暴毙，有证据显示，案发当日他并没有前往岳城探亲。马胜，马胜和白帝的雕版失窃案能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还不是很清楚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小何，南郑府衙对本案有明确的结论，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。是。曹院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谨慎行事。整个南郑都被封锁了。李淼知会了南郑府衙，还出动了驻军，正在全城搜索。今日必须出城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曹院放心，巡司卫跟高司卫正在商议，必有良策。你我交心，有什么话不必忌讳。这自然。属下全凭李曹院栽培，绝无儿戏。你怎么看？依我看，荀许他不会放弃马胜这条线索，派人盯死他，如有异动，先斩后奏。都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冯英会藏在哪儿啊？时间仓促，料他应该还在城中。现在城里面不都戒严了吗？跑不了。马胜那儿不会留下什么东西吧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动手了，能留下什么东西？再说了，所有的证据都已经灭失，就算他活回来招供，那也是口说无凭啊。冯英这次是翻不了案了，曹院不必有心。唉。
是瞒不住了。报成都李岩将军吧。